300欧高组，独家创意56毫米中空环形振膜动圈，不锈钢调音阻尼网，配备吸音系统和减震底盘。这台1万多的开放式参考级耳机是什么样的体验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耳机玩家，我是蓝蓝海洋，又到了玩耳机和备耳机玩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聊森海塞尔的 HD800S， 记得它发布于2015年，当时价格11999。外观上，它传承了 HD800 的主体结构设计，在德国开发的专业工艺，在森海塞尔爱尔兰工厂制造。配色上由 HD800 的银色变成了哑光黑，显得更加的沉稳内敛。大体框架是塑胶材质，加上喷漆工艺，看上去就给人大气和专业的感觉。声腔一周嵌合独家特色的金属调音阻尼网，造就的配色反差提升了整体质感和视觉冲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内核配置了56毫米森海塞尔专利的中空环形振膜动圈，透过开放金属网单看背影都能让人感觉到能量满满的强大。同时还为单元设计了减震底盘，彻底抑制多余谐振，有效增强了声音输出的稳定性。再配合细腻的吸音系统，可以减少频率掩蔽。超细纤维的耳罩和头带在佩戴上透气舒适。做了惰性阻尼设计的头梁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共振，提供舒适的支撑和夹紧力。看看底部，依旧是可以和 HD800 通用的双插针可换线接口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这台 HD800S 稍有说一边有明显的破音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探索看看。来是狗。首先扫频听音，然后试试中低音曲目。确实都能听到明显的破音，应该是单元振膜和什么东西碰撞了。拆开看看，先拆外框，再把扣合的耳罩拿下来，然后是防尘网。这个防尘网和早期的版本有点不同，这样就可以透过前盖初步的看看单元。膜片倒是看不清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磁路貌似有点奇怪。继续拆看看，以前的 HD800 在母座位置是有一块塑料卡片，用来卡住母座，防止脱离的。而这台 HD800S 看起来是用胶固定的。把连接线卸下来，继续拆解，扭下金属压环这里的螺丝。它是减震底盘的一部分，外装饰圈也拿下来，再到开放式金属网，这样就可以小心的取下单元了。它的周边是一圈橡胶缓震垫，调音的细节非常细腻，轻轻抓着前盖取下神秘的面纱。扫频减听依旧破音，那么真相就浮出了水面。第一眼看到的是振膜变形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变形，原因是内部这整个齿路往外脱离了，掉出来了，压在膜片上，所以才造成了破音。我们还可以再想一下它为什么会掉出来。以我个人单元开发和工艺的从业经验，在设计上为了防止这个金属 U 杯从塑胶的支架内脱离出来，金属 U 杯的外圈会设计一个凹槽，那么支架在通过注塑成型的时候就会直接卡进凹槽，这样就可以100%杜绝脱离的隐患。而手头这个单元的设计应该是先注塑了外壳，再把齿路粘合进去的。U 杯有可能没有设计凹槽触胶位，再加上表面的光滑，那么时间久了就有脱离的隐患。现在这整个齿路都是往外凸出来的，可以利用惯性小心的把它骗回去。这样还真的完全归位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振膜的变形也随之大体恢复了正常。那么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，为了防止它下次再脱离，还是少不了开振膜给它做一些加固的。小心的解胶开振膜的外圈，调试好专用的磁路硬胶。在放大镜下，在 U 杯和调音网之间的塑胶缝隙，就是这一圈位置了。少量均匀的给它来上一圈加固，这个操作非常有风险，需要比较小心。干燥完成后，把振膜重新贴合回去。扫频减听，声音恢复了正常，没有了破音。干燥完成后，一步一步的装合回去。组装完成，左右耳扫频减听对比，听感一致，流畅自然，没有破音。嘿，频响相位失真，一致性也还不错。再用低音歌曲试试。完全 OK。那么这台 HD800S 就满血复活了。在听感上，我觉得它和 HD800 还是大体相似的，感觉是在数值的细微细节上做了优化。同样是让人非常舒服的宽广开阔的声场，依旧是动圈大耳里顶尖的存在。分明亮丽的解析，大气而又全凝寂的低音，步伐弹性和下潜，收放利落，泛音完整，该有的细节绝对不会缺失。人声结像准确，男声扎实有足够的厚度，女声干净，带着淡淡的情感味道。器乐亮丽，听古典完美，听流行也都完全没问题。我觉得 HD800 系列的声音数值还是非常能打耐打骁勇善战的，至少到现在时光并没有让它逊色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。